为了强奸一个17岁的女学生，他一口气喝了3瓶白酒，然后赶在女孩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从后面冲出来劫持了她。迟迟不见女儿回家的聋哑母亲，沿着必经之路一边焦急寻找，一边疯狂给女儿打电话。可女孩此时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根本没有力气再去拿手机。男人见状把电话挂断，接着就开始威胁女孩，说要是敢报警的话，一定会在被抓之前把她母亲杀掉。而说到女孩母亲，男人突然想到了什么。 다른 형수 남자 죽은지도 꽤 됐으니까 일단 여자로 먼저 만들어줘야 돼. 너처럼. 谁知话音刚落，母亲恰好从马路上经过，这可把男人高兴坏了。在给女孩说了一声之后，他就朝着母亲的方向追去。而女孩见状再也坐不住了，为了保护自己的妈妈，她忍着剧痛捡起一块石头，然后猛地冲向男人，对着脑袋狠狠砸了上去，1下、2下、3下，直到男人的头被砸成烂泥，直到女孩再也没了力气，她才终于停下了手。 事后，女孩独自来到警局自首，可由于男人已经被打死，现场又没有监控和目击者，所以无法确定是正当防卫还是谋杀，也无法确定女孩被男人暴力性侵犯，因为两人当时有可能是自愿的，又或者是女孩外出援交，对方没给钱，所以才将其杀害。就连律师也说道，正当防卫的前提下，得先证明是被暴力侵犯的。可现在男人已死，单凭女孩一个人的说辞，上了法庭也没有胜算的把握。 果不其然，法官也因女孩没有足够的证据，最终判了她防卫过当。当母亲得知女儿要坐5年牢时，崩溃的她疯一样的冲上去，跪在法官面前不停祈求。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即便所有人都知道女孩是无辜的，但法律就是这样，不是谁想改就能改的。女孩很快被押送到了监狱，而当她踏进牢房的一瞬间，狱友就给她来了个下马威，将她按在地上一顿毒打。好在其他狱友并没有选择看戏，而是及时将人拉开，要不然女孩非得被打坏不可。 后面的日子里，当狱友们得知了女孩的遭遇后，都开始同情这个还未成年的小妹妹。女孩也从一开始的沉默寡言，渐渐接受了自己的劳改生活。本以为在这里蹲够5年就完事儿了，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只找苦命人。这天早上，女孩突然发起了高烧，整个人烫得跟熔炉似的。但这并不是重点，因为后来经过医生检查，发现女孩竟然怀了身孕。这个消息把监狱长都给镇住了。알고 있었나? 무슨 말씀이신지. 임신한 사실 말이야. 女孩闻言彻底崩溃，她发疯一样的冲出医务室，撞开铁门，甩开狱警。此时绝望又无助的她，最想做的就是回家找妈妈。毕竟她只是个17岁的孩子，但最终还是被监狱大门挡住，然后又被狱警关进了小黑屋。狱友们得知此事后也很震惊，甚至有2个囚犯还为此产生了分歧。一个觉得女孩应该把孩子生下来，毕竟孩子是无辜的；另一个觉得孩子是禽兽的，如果生下来会拖累女孩的一生。2个人说的都有所道理，可这件事根本不是他们所能干预的，因为就算是女孩自己不想要孩子。 但由于法律的限制，作为囚犯的他也没有权利申请堕胎，所以他能做的就只有用自残的方式，想要毁掉那个畜生留下的种子。这可怜的模样，连背着5条人命的大姐都不由得心疼起来。 힘들어도 이겨내야 된다. 그래야지. 결산해야지. 大姐通过关系把女孩带回了牢房，所有人都对她非常关照。但即使这样，女孩还是接受不了自己的肚子，好几天都不吃不喝，就连母亲来探监，她也避而不见，因为她害怕怀孕的事被知道后，本就虚弱的母亲会承受不住。但同时也为了不让母亲多想，女孩还专门给她写了封信，说自己在里面过得很好，每天都在努力工作，争取成为模范囚犯，让母亲千万不要担心她。可转头她就拿着玻璃碎片使劲扎自己的肚子，好在有个狱友及时发现，并且成功阻止了她。 而经过这么一闹，狱友们都害怕女孩还会做傻事，于是就劝她求助媒体或者妇女协会，因为一旦舆论起来的话，女孩很可能会得到重审的机会。如果再通过的话，那么也就有了堕胎的权利。起初女孩害怕丢人，说什么也不肯同意，但最后经过狱友们的不断开导，她还是向法院提交了上诉申请。而就在等待消息期间，女孩受到了监狱所有人的照顾，狱友们根本不让她干重活，狱警也给她安排了轻松的工作，连典狱长也时不时给她送吃的。就这样安稳的过了几个月，女孩终于等到了2审这天。可检察官依旧觉得女孩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当防卫范畴，就算女孩真的遭受性侵犯，也不能将杀人的行为正当化。女孩闻言并没有反驳，只是说了这么一段话：“저 사람 죽인 거 맞아요. 안 믿어주셔도 되는데 성폭행 당한 것도 맞아요. 시키시는 대로 할게요. 판사님께서 5년을 살라면 살고 10년을 살라면 살게요. 시키시는 대로 살다가 집에 가서 엄마랑 열심히 살게요. 꿈꾼 것처럼 아무 일 없던 것처럼 저 엄마한테 가서 살고 싶어요. 저 여기 너무 무섭고 힘들어요.
很快就到了宣判时间，但让女孩也没想到的是，综合各种因素，最终陪审团和法官一致决定推翻女孩原来的判决，将5年有期徒刑改成了1年。也就是说，女孩只需再蹲6个月就可以刑满释放。所有人都为这一判决感到满意，狱友们也都为女孩感到开心。但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高兴多久，因为就在女孩申请堕胎的时候，却检查出肚里的孩子已经6个月大了。根据韩国法律，怀孕6个月以上是不能堕胎的，那和杀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女孩必须得生下这个孩子。绝望的她在牢房里哭了整整1晚，而为了让她接受这一事实，狱友们可谓是想尽了办法，在厕所里画满她最喜欢的波斯菊，只为让她的心情变得舒畅，有什么好吃的都第一时间给她，好让肚里的孩子快速成长。而为了迎接小生命的到来，他们还偷走其他囚犯晾晒的被子，拿去给孩子做成更舒适的铺盖，甚至就连模范囚犯的粉色裤腿也被改成了一件漂亮的小衣服。更让人暖心的是，狱警见他们每天这么乱搞，非但没有给出任何惩罚，反而还特意买了针线送给他们。而看着身边的人对自己这么好，女孩虽然打心眼里感谢他们，但她还是无法接受腹中的孩子。于是她表面对狱友们示好，背地里却经常谎称头痛，从医务室里索要一些止痛药，然后再偷偷保存起来。直到临盆这天，正在工作的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忍着剧痛回到牢房，没有半点犹豫，先吞下了一整瓶止痛药，接着又把提前写给每个狱友的信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挂到了显眼的位置。等狱友们工作回来时，女孩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羊水也不知什么时候破了。更糟糕的是，女孩被抢救时根本不配合，无论医生如何呼喊，她自始至终都不用力，明显做好了和孩子同归于尽的决定。与此同时，女孩留给狱友的信被人发现，她感谢每个人给予她的温暖，并且也送上自己真诚的祝福。第二天，母亲得知女儿出事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坐车来到医院，结果因为太过于着急，一下车就摔了个跟头。但即使鞋子掉了一只，她也没有停下脚步。很快，她就找到了女儿所在的病房，而此时女孩已经陷入昏迷，就连医生也不知何时会醒来。崩溃的母亲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抱着女儿嚎啕大哭。다음 생엔 꼭 7살은 7살 답게 15살은 15살 답게 그렇게 살아줘. 엄마가 잘 못했어. 故事最后，或许是母爱的呼唤，又或是上天的怜悯，伴随着窗外的微风吹来，女孩的手指突然动了一下，然后时间就来到了5年后，在一片鲜艳的花海中，小女孩轻轻摘下一片波斯菊，她正是女孩腹中的那个孩子。如今她已经被一对夫妻收养，是女孩狱友们的其中一个女人，而女孩自己则回归了正常生活，并且还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公务员。엄마